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韭菜不香。Yum Brands 近期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，公司收入达到21.7亿美元，同比增长12%，调整后每股收益为1.62美元，高于市场预期。全球同店销售增长3%，其中 Taco Bell 增长7%，KFC 增长2%。这份财报原本应该证明 Yum 正在成功穿越消费放缓。结果进入第三季度以后 ，Taco Bell 却突然遭遇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，与受污染生菜有关的消息快速传播，门店客流明显下降，美国同店销售一度转为下滑。管理层在电话会议中表示，销售已经开始逐步恢复，但这场危机仍然成为新任首席执行官 Chris Turner 上任后的第一次重大考验。与此同时 ，Yum 已经同意以总计27亿美元出售 Pizza Hut。交易完成以后，公司会更加集中在 Taco Bell 和 KFC， 并把资金用于技术投资和股票回购。Yum 表面上仍然是一家拥有多个餐饮品牌的集团，但它的增长、利润和估值正在越来越依赖 Taco Bell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做这类深度视频不易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关注，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。先看第二季度财报。Yum Brands 季度收入为21.69亿美元，略低于市场原来的收入预期，但同比增长12%，调整后每股收益达到1.62美元，高于去年同期的1.44美元，也超过市场预期。全球系统销售额排除汇率影响后增长5%，整体同店销售增长3%。Yum 的收入不能和麦当劳或者星巴克直接比较，因为它的大多数门店由加盟商经营，加盟商负责门店投资、员工、原材料和日常运营，再按照销售额向 Yum 支付加盟费和特许权使用费。这种模式的优势很明显， Yum 不需要自己承担每一家门店的全部建设成本，也不需要管理数十万名一线员工。只要加盟店销售增长，公司就可以获得高利润率的加盟收入。新店主要由加盟商投入资本， Yum 能够用相对较少的资产在全球快速扩张，但加盟模式也带来一个重要限制，公司可以设计菜单、制定营销计划和建设数字平台，却无法像直营企业一样完全控制每一家餐厅的执行。食品安全、服务速度和门店卫生，只要在某一个供应链环节或者加盟区域出现问题，就可能迅速影响整个品牌。这也是近期 Taco Bell 事件最值得关注的地方。在事件发生之前， Taco Bell 是整个美国快餐行业表现最强的品牌之一。第二季度同店销售增长7%，系统销售额增长9%。很多快餐公司面对的是低收入消费者减少外出、原材料上涨和价格敏感度提高， Taco Bell 却仍然保持较快增长。Taco Bell 的优势不只是价格便宜，它长期把菜单设计成一种高频创新平台。玉米饼、牛肉、鸡肉、奶酪、酱料和薯条等基础原料可以重新组合成大量产品，公司不需要为每一次新品建立完全不同的供应链，却可以不断制造新鲜感。一款产品可能加入新的酱料，另一款把原有配料装进不同形状的饼里，再配合限时促销、名人合作或者社交媒体话题，就可以重新吸引消费者。成本变化有限，营销效果却可能很强。Taco Bell 还建立了比较清晰的价格梯度，预算有限的消费者可以选择低价套餐，愿意花更多钱的客户则可以买高蛋白、特色饮料或者更大分量的产品。品牌既保留了价值感，也没有把自己限制在最低价格。第二季度的增长说明，这套策略仍然有效。即使消费者支出趋于谨慎， Taco Bell 仍然能够通过新品和促销增加客流。管理层也提到，品牌在不同收入群体中都有增长，并不只依赖低收入消费者。但餐饮品牌最重要的资产是信任，消费者可以接受一次服务慢，也可能接受某款产品不好吃，却很难忽略食品安全。2026年7月，卫生部门调查一起大规模寄生虫感染事件，相关线索指向部分地区使用的切丝生菜。Taco Bell 是使用这批原料的餐饮品牌之一。事件曝光以后，消费者很难在短时间内区分问题究竟来自供应商、某一家餐厅还是整个品牌。新闻标题里出现 Taco Bell， 品牌就会直接承受影响。管理层在电话会议中表示， Taco Bell 美国同店销售在第三季度初一度下降大约2%。最严重阶段的客流降幅更加明显。公司认为，随着消费者逐渐意识到问题并非只发生在 Taco Bell， 销售从7月中旬以后开始稳定恢复。公司采取的策略是快速停止使用相关原料，配合供应商和监管机构调查，
同时增加品牌沟通和促销。管理层提到，部分数字化促销活动已经重新创造较高参与度，说明消费者并没有永久离开。不过，销售恢复并不代表事件已经没有成本。Taco Bell 可能需要增加营销投入，用折扣和新品重新吸引客流。部分加盟商还可能面对原材料替换、门店运营调整和短期销售下降。公司预计第三季度 Taco Bell 餐厅利润率大约为 19% 至 21%， 已经考虑了销售恢复速度和额外促销压力。对于 Yum 来说，这场事件的风险不只是一个季度少赚多少钱，而是它暴露了公司对 Taco Bell 的依赖。Taco Bell 已经贡献 Yum 很大一部分经营利润，也是美国市场最重要的增长引擎。KFC 的规模更大，但增长主要来自国际市场，利润受到汇率、当地经济和加盟商表现影响。Pizza Hut 长期增长较弱，现在又准备出售。当一家集团越来越集中在一个表现最好的品牌时，资本配置可以更有效，估值也可能提高。但一旦这个品牌出现问题，集团缺少其他业务分散风险。新任首席执行官 Chris Turner 因此面对一个很现实的考验。他在2025年10月接任 Yum Brands 首席执行官，此前他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，也有咨询和消费品行业经验。上任以后，他推动的最大动作是出售 Pizza Hut。这笔交易看起来非常果断。Pizza Hut 曾经是全球最知名的披萨品牌之一，但过去多年一直面对美国门店老化、配送竞争、数字化不足和加盟商财务压力。达美乐依靠配送效率和数字订单建立优势，其他披萨连锁也不断扩张。消费者还可以在超市购买冷冻披萨，或者通过外卖平台选择大量本地餐厅。Pizza Hut 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，它仍然拥有全球品牌、庞大门店网络和亚洲市场基础。但对于 Yum 来说，这项业务长期拖累增长，也让管理层需要同时处理3个差异很大的品牌。2026年6月 ，Yum 宣布以总计27亿美元出售 Pizza Hut， 中国以外的全球业务将以15亿美元出售给私募基金 Long Range Capital， 中国业务则以12亿美元出售给 Yum China。公司预计税后和相关调整后的净收入约为23亿美元。交易完成后 ，Yum 将不再单独报告 Pizza Hut 业务。公司同时获得董事会新增的40亿美元股票回购授权。这笔交易传递出一个非常清楚的信号：管理层不再希望用 Taco Bell 和 KFC 的增长长期弥补 Pizza Hut 的疲弱，他愿意放弃收入规模，让剩余业务增长更快，利润结构更简单。出售 Pizza Hut 以后 ，Yum 的故事会更容易理解。Taco Bell 负责美国市场增长和高利润 ，KFC 负责国际扩张 ，Habit Burger 规模较小，更多像一个可选的增长项目。公司还可以把数字平台 Byte by Yum 继续提供给出售后的 Pizza Hut 业务，保留部分技术收入，但这也会让 Yum 变得更加集中。投资者过去购买的是 KFC、Taco Bell 和 Pizza Hut 3个全球品牌的组合，未来购买的更像 Taco Bell 和 KFC 2大核心资产。KFC 仍然是 Yum 最大的全球门店平台。第二季度 KFC 同店销售增长 2%， 这个数字看起来没有 Taco Bell 亮眼，但 KFC 的价值在于国际市场覆盖。炸鸡在不同国家都比较容易本地化，菜单可以加入当地口味、米饭、辣味产品和家庭套餐。品牌依靠加盟商进入新市场，不需要总部承担全部资本。即使美国消费者支出放缓，其他地区仍可能保持增长。不过，国际业务也会面对更多复杂性，不同国家的鸡肉成本、工资、汇率和消费环境差异很大。部分市场可能快速开店，另一些市场却会因为经济疲弱或者加盟商资金不足而放慢。Yum 管理 KFC 的核心不只是卖炸鸡，而是建立一套可以复制的加盟系统。公司需要让新店具有足够回报，加盟商才愿意继续投资。门店数量增长可以增加系统销售和加盟收入，但如果新店回报下降，扩张就会停止。这也是 Yum 为什么越来越重视数字化和人工智能。公司建立了 Byte by Yum 平台，把点餐、会员、厨房管理、门店运营和数据分析放在同一套系统中。过去不同品牌和不同加盟商可能使用大量独立软件，数据难以共享，升级成本也很高。同一平台可以让公司更快推出新的促销，调整菜单和分析门店表现。人工智能在快餐行业的作用不只是让顾客和聊天机器人说话，它可以预测一家门店某个时间段需要多少员工，哪些产品可能卖得更快，厨房应该先准备什么，以及外卖订单什么时候到达。在得来速场景里，
人工智能可以接收订单，减少员工听错，并根据库存和顾客习惯推荐加购。对一家单店来说，这些提升可能只有几十秒或者几个百分点，放到数万家餐厅以后，累积效果会非常大。Yum 已经与英伟达、亚马逊云服务和微软等公司合作，希望加快人工智能工具在加盟体系中的应用。出售 Pizza Hut 以后，公司仍会向部分 Pizza Hut 业务提供 Byte by Yum。这个安排说明 Yum 希望未来不仅从餐厅加盟中赚钱，也可能从技术服务中获得收入。但投资者不能把 Byte by Yum 直接当成一家独立软件公司，它目前最重要的作用仍然是提高自有品牌和加盟商效率。加盟商是否愿意采用，系统能否真正降低成本，以及技术费用由谁承担，都会决定最终回报。Yum 的商业模式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特点，公司利润很高，但资产负债表并不保守。由于加盟业务现金流相对稳定， Yum 长期使用较高债务，并通过股息和回购向股东返还资金。出售 Pizza Hut 后，公司又获得约23亿美元净收入，并新增40亿美元回购授权。如果 Taco Bell 和 KFC 继续增长，这种资本策略可以提高每股收益，公司减少流通股数，剩余股东可以分享更大比例的利润。但如果食品安全事件持续时间超过预期，或者消费环境恶化，较高债务和大规模回购也会减少公司的缓冲空间。Yum 需要在回购股票、投资技术、支持加盟商和维持信用质量之间找到平衡。第二季度财报里的一个特殊数字也需要注意，公司净利润达到 8.53 亿美元，比去年同期增加1倍以上。但这个增长并不完全来自日常经营，其中包含与特殊项目和交易相关的影响。判断核心表现更适合看调整后每股收益、同店销售和核心经营利润。调整后每股收益增长到 1.62 美元，说明基本业务仍然在改善。Taco Bell 第二季度表现强劲， KFC 保持增长，集团系统销售额增长 5%。 问题在于第三季度出的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在财报期之后，所以第二季度数字并没有反映全部影响。电话会议因此比财报本身更重要。管理层没有回避 Taco Bell 销售下降，也给出了恢复趋势和第三季度利润率区间。这种透明度有助于市场判断危机，但未来几周的真实客流仍然比管理层的语言更加重要。判断这次事件是否只是短期影响，可以观察几个信号：一是 Taco Bell 同店销售能否在第三季度后半段重新转正；二是恢复是否依赖大幅折扣，如果销售回来，但加盟商利润率明显下降，品牌修复的成本可能高于表面数据；三是供应链和食品安全流程是否需要长期调整，更严格的供应商审核、检测和原料替换可能增加成本，却也能降低未来风险。四是消费者是否把事件理解成行业供应链问题，而不是 Taco Bell 品牌问题，两者对长期影响差别很大。从估值逻辑看，出售 Pizza Hut 以后， Yum 可能获得更高的业务质量溢价， Taco Bell 增长快，利润率高， KFC 拥有全球扩张空间，集团结构也更加简单，但市场也会要求 Taco Bell 持续保持高增长。只要同店销售增速放缓，或者食品安全事件影响超出预期，估值就可能迅速受到压力。多头会认为这场危机发生在供应链层面，并非 Taco Bell 门店系统性失控，公司反应速度快，销售已经开始恢复。第二季度 7% 的同店销售增长也说明品牌在事件发生前拥有很强动能。出售 Pizza Hut 可以释放资金，减少管理复杂度，并让公司更加集中于优质资产。空头担心的是 Yum 正在把一个多品牌集团变成对 Taco Bell 高度依赖的公司。 Taco Bell 贡献越来越多利润，任何食品安全、菜单失误或者消费趋势变化都会对集团造成更大影响。 KFC 虽然全球化，但增速和利润质量不如 Taco Bell 稳定。 Byte by Yum 和人工智能仍然需要证明可以产生实际回报。我的判断是 Yum Brands 第二季度的基本面仍然不错， Taco Bell 增长 7%， KFC 保持增长，加盟模式继续产生稳定利润。出售 Pizza Hut 也让公司愿意承认品牌组合并不是越多越好。但这场食品安全事件提醒投资者，餐饮行业最强的品牌也可能因为一个供应链环节迅速失去客流。Yum 接下来需要证明的不只是 Taco Bell 销售能够恢复，而是品牌信任、加盟商利润和食品安全体系可以同时修复。如果 Taco Bell 在未来几个季度重新恢复中高个位数同店销售增长， Pizza Hut 交易顺利完成， KFC 国际门店继续扩张，那么 Yum 会变成一家更简单、更
更高质量的加盟平台。如果 Taco Bell 恢复依赖长期促销，加盟商利润受到挤压，或者品牌安全争议持续，出售 Pizza Hut 以后缺少第三个大型品牌分散风险的问题就会更加明显。Yum Brands 正在变得更集中，也更容易被理解。这种变化可以带来更高回报，也会让每一次 Taco Bell 的成功或者失误对整个公司的影响变得更大。感谢大家观看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关注，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。我是韭菜不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